真冷啊！小点儿啊，小点儿。哎呀，村长啊，你出去啊？是啊，我就出去献嘴去了。啊，我找你有点事儿。找我有事儿？什么事啊？是这样的，咱们村东头的王大爷不是去世了吗？你看这王大爷在咱们村也是德高望重的老人了，他这去世了，我想组织咱们全村去上家给他帮个忙，那个送一下他。村长，你这管事管的也太宽了吧？那老头死了，碍我什么事啊？我去送他呀，我凭什么送他呀？小婶，你这话怎么这么说呀？咱们毕竟是一个村的人，这王大爷这去世了，咱们都是一个村的人，都作为他的后辈，咱们应该去送他呀。村长，我都说了，那老头死了呀，谁爱送谁送，反正呀，我是不去。小婶，你怎么能这么说呢？这谁家没个事儿呀？都有红白喜事儿，这万一你家出这个事儿了，那别人都不来你家，你心里好受啊？村长，你会不会说话呀？啊，这大清早的，我出过门就碰见那么晦气的事儿，你还咋？你还咒我们家有事儿啊你？啊？小婶，你别生气，我只是个比喻嘛。你比喻什么呀？比喻我也不用他们，我闺女我儿啊都在城里呢，我们呀拽得很，有钱的很，我用不着乡亲们。婶儿，就算我说错话了，咱们这样说行不行？假如你家有个喜事儿，你说这亲戚朋友不来你家帮忙，你心里好受啊？他们不来呀，我还不稀罕呢啊，我还省钱了呢，我还省得管他们饭呢嘛。他们愿来不来，管我什么事儿啊？小婶，你非得把事儿做那么绝是吗？我做事绝吗？我是不想去，你非让我去，我就是不去，我也用不着他们，他们也别想用我。小婶，咱们村都是一个集体，这去大家都去，你这不是搞特殊吗？我就特殊了，怎么了？啊，我有事啊，我也用不着他们，这帮穷鬼啊，我还不稀罕呢。行，小婶，你今天确定不去了是吧？那万一你们家以后有什么事儿，你可别指望这些村民帮你忙。这个呀，你就放心吧，村长啊，我们家呀有钱，我才用不着他们呢啊。行，我知道了，你别后悔就行。我后悔什么呀？我后悔，我去了给他们拿钱，我才后悔呢。那反正我已经说了，你呢不愿意去就拉倒吧，我走了。不送了，村长啊。切，什么事啊？这大清早的那么晦气。村长，啊，你带我们来这边干嘛？是啊，这有什么好看的呀？是这样的，小飞啊，大美啊，这咱们村准备把这条路重新规划一下，到时候修成柏油路。真的啊？对呀。哎呀，那真是太好了！这阴天下雨的，以后再也不用踩这种泥路了，天天走的那个鞋子上面沾的都是泥巴。就是，说我们终于盼来了，以后就有好路走了。是啊，这让小孩上学干嘛走这条路也方便不是？是啊，不但方便咱们这些村民啊，还给咱们村带来不少经济发展呢。俗话说得好，要想富先修路嘛，所以这个路对咱们村很重要，必须得修。哎呀，那村长听你这么一说，修必须修，我们都支持。行，这条路我早就想让他修了。行，你们支持就行。不过现在有几个难点。什么难点？怎么了？让你们来就是解决这个事儿的。你看，前面那个路边那个坟，大美应该是你们家的吧？还有更前面那一家，小飞是你们家的吧？还有前面那个是我家的，这不是吗？修路这些坟太碍事儿了，需要挪一下。所以今天让你们来就是说这个事儿的。什么还要迁坟啊？那可都是这家家户户的祖坟，这挪了也不太好吧？我知道，可是这有什么办法呢？你看咱们规划的路咱们几家的坟正好碍事儿。如果这路再绕一下的话，花不少经费呢。咱们村也没那么多钱了。这样，那行，村长就听你的，我们迁。村长，那我没签，你家的呢？我家的当然也签了呀。你们放心好了，我肯定带头第一个签。可是村长，我还有个问题，就是这迁坟很麻烦的。这我一个女人家，我老公也不在家，我一个女人我怎么迁呀？对，村长，我们家也是这样，就我一个人在家，这怎么迁呀？这个你们就放心好了，我已经安排好了，到时候我会安排咱们村的男丁在家的人去给你们家帮忙。
行行行，有人帮忙那就放心了。行，那你们没意见，这就好。没意见，没意见。到时候啊，我们准备一点好酒好菜，帮忙的人啊吃点好的。行行行。对了，村长，我看那祖坟还有雪花婶他们家的呢，那他家怎么办呀？他家的我已经通知他们了，至于他们怎么办，那是他们的事了，咱们就不用问了。就是，咱们不用管他。像他那种人呀，从来不跟村里面的人相处，管他干嘛呀？就是，这村里面的红白喜事从来就没见过他人影。他们的事咱们就不问，走吧，咱们走。行，村长，村长，对，雪花婶啊，你怎么来了？这不是听说咱们村要修路了吗？啊，对，我不是通知你们了吗？你抓紧时间啊，把那个坟也挪一下啊。村长，你说这我们家也没有什么人，这我儿子和我女儿都没在家，这坟我自己也不能弄啊，你就行好，找人帮我弄弄吧。你要是不能弄，那就放那呗。等修路的时候啊，让那个铲车一铲车给你铲了。就是，这还省事了呢，还省得啊你来回再找人帮你签了。就是，你们是谁呀？我给你们说话了吗？你们怎么说话那么难听啊？你们家祖坟怎么不把铲车给铲了呀？呀，这还急眼了。我们为什么要铲平呀？我们可是有乡里乡亲给我们帮忙，签一下就是一顿饭的事儿。你呢？你什么呀？你不是你们家有钱吗？不是用不着村里的人吗？这现在回来干嘛呀？就是，小飞姐说的没错，你闺女儿子不是有本事吗？不是有钱吗？你让他们给你想办法呀，过来找我们干什么？乡下人啊，就是乡下人，一点素质都没有。我找你了吗？我找村长呢，碍你们什么屁事啊？呀，现在想起来村长了。那以前村长有事的时候找你的时候，你怎么说的呀？我怎么说的呀？我想怎么说怎么说。碍你们什么事了？闲出了不蛋操心在这儿。哎呀，你看他就是倚老卖老在这里。我告诉你，村里面人没有一个人帮你。如果我是你啊，我都没脸回来，我都不知道你脸皮怎么那么厚，还好意思回来呢。我回来怎么了？住你家了？碍你事了啊？我有钱，我什么事办不成啊？你有钱自己想办法去。你找我们干嘛呀？找村长干嘛呀？我告诉你，找了也没有，没有人愿意给你帮忙。村长，你看看他们啊，他们这不是欺负人吗？徐老师，你也别怪他们说话难听，你确实也说过这种话吧？你说以后你们家有什么事啊，你也不指望我们这帮穷鬼给你帮忙，这话是你说的吧？听到了吧？村长这话的意思就是让你赶紧滚，别在我们跟前碍眼。就是，还说我们是穷鬼，你呢？你才过上几天好日子呀，还好意思说？就是去城里面住几天，分不清东南西北了你。你们说什么呢？你让我怎么干呀？我素质都没有，想干什么呀？啊？你们想干什么呀？啊？你想干嘛呀？行，你们干嘛呢？这是？你说啊，一点素质都没有啊！你爸妈都这样教育你的吗？没有养老上啊？你有素质，你大把年纪了，连一点处事都不懂，你有素质？行了，大梅姐、小飞姐，你们也少说两句。这还打架，你们至于吗？村长，这事啊，你不能不管啊！如果谁要是帮我迁坟的话，我出钱，我出1000块钱。1000，小飞姐、大梅姐，你们听到了吗？1000块钱，你们愿意吗？村长，我是不去的。我虽然是农村人，但是我们家不差那1000块钱，我也不稀罕。就是，我告诉你，这1000块钱我们看不上。徐老师，你看他们不愿意去，我也没办法。村长，我出2000行了吗？还2000，你就算出2万也不会有人去的。再说了，你们家不是挺有钱的吗？你有本事出2000万呀？你不是拿不出来吧？我看你们家也就那样嘛，也没几个钱，还装什么大富豪啊？村长，实话跟你说吧，这乡邻乡亲的帮忙那都是应该的，这跟钱不钱没有关系。我们不想帮，出再多钱我们也不会帮的。大美，走，咱们走。哎，喂，徐老师，刚才的话你都听到了吧？其实我早就劝过你，做事不要那么绝。村长，我行了，小老师，现在后悔啊，不晚了吗？早知今日，何必当初呢？你啊，还是赶紧想办法把你们家的坟给迁了吧，别到时候修路了，真把你家的坟给平了，那就得不偿失了啊！
我先走了。哎，村长，